总吃辟谷丹多可怜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超市给你买。缺什么尽管说，千万别客气。神仙姐姐，我这还有几块灵石，你修炼或许用得上。总之，那5块原石绝对是全场最顶的料。叶总对这位林小姐，这信任也太绝对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跟叶总什么关系？表弟，没事，让我跟他聊。问别人名字前，不该先自报家门吗？哼，土包子，我是谁，你还不配知道。慢着，我是京市苏家的人。这位苏小姐发明了最离谱的搭讪方式，问你话呢。但我是谁你不配知道。大姐，既然人家不配知道你是谁，那你为什么要浪费尊贵的豪门时间去问人家是谁呢？这逻辑建议直接送去精神病院进修。最离谱的是，说不过就找打手，这是你的私人决斗场吗？保安是都下班去吃席了吗？苏小姐，我没得罪过你，以后别来惹我，否则这些保镖就是你的下场。表姐，你太厉害了，是不是学过功夫？我也想学，教我教我。唉，我就是眼疾手快，还没学武呢。不过光躲不打确实没意思，看来修仙得提上日程了。林小姐，叶总请您过去，我们的原石马上要切了，希望您能协助判断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对了，解石师傅是固定的吗？我能指定人吗？不是固定的，叶总说了，解石的事儿都听您安排。看来叶晨英身边确实没人可用了，没有被调包，都是原来的。您是叶氏集团的代表？这位林小姐就是我们的代表。他们这么热情，是有奖励吗？解出好料，奖励丰厚，也算一种资历。表弟，过来。姐，怎么了？让你爸来解石，小姑父，你别有负担，按我画的线切就行。叶总说了，切坏了也不怪你。好，奖金下来，姑父跟你分。我的钱只给值得的亲人赚。苏新瑶在后面盯着我呢，不过无所谓。小梦，我开始了，有问题随时打断我。放心切。天哪，是高冰种成了！叶总，林小姐真是神了，第1块就涨了。不就是块水头不错的满绿籽料吗？至于吗？继续，第2块，第3块，涨，第4块，涨。现代最强人工 X 光机开始扫货了，别人赌石是一刀穷一刀富，女主赌石是看中哪个拎哪个，这哪是赌石大会啊？这分明是女主带着叶先生在逛翡翠批发市场，老板脸都绿了，围观群众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女主别激动，我只是把你们眼里的石头当成了透明的果冻，这种满级大佬屠杀新手村的戏码，我已经看出了看超市大妈抢特价鸡蛋的既视感。你真的很厉害，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孩。夸人的话不必，叶总别忘了我那7分力就行。放心，我的承诺绝不食言。你们领班叶氏集团叫你去说了什么？小梦，这里面水很深，你千万要保护好自己。放心，小姑父，我懂，不能太招摇。看到没？好好跟你表姐学，要低调。明白明白，我肯定跟着表姐好好学。表姐你吃，你多吃。小梦，小姑对不起你和你父母，这些年应该回去看看你的。小姑，你怎么了？看到你如今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这次回去，麻烦你帮我给你爷爷上炷香，告诉他我们过得很好。我就不回去了，工作实在走不开。好，我会跟爷爷说的。表弟妈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们在力士过得真的好吗？表姐，我爸妈之前切坏了客户的石头，被索赔200万。当时我妈疾病了，恰好你父母又出了意外，我爸怕她受刺激就瞒了下来，所以没能去成葬礼。
我不会计较的。那200万还清了吗？不过也快了，我马上毕业工作，来钱很快。小姐可算找你了，我们叶总正在接待赌石场老板和珠宝商会的人，问您是否愿意过去旁听。好。林小姐就先在这儿委屈一下，我稍后再来。哎，里面靠左那2人是历世的赌石界巨头，这次赌石大会就是他们牵头办的。叶总，我们都是带着诚意来的，条件可以再加杠。我们想见那位赌石大师，是为了即将举办的跨国赌石大会，这关乎我们国家在玉石界的地位。如果那位大师肯出手，我们的胜算能大很多。原来他们是为国际赌石大赛来的，看到我100%的鉴宝率，以为叶家背后有高人。姐，他们是想请你出山。这国际大赛一旦举办，获奖国家能签下大额订单，好几个鼎盛珠宝公司都在物色新合作方，国家很重视这次比赛。你们的诉求我会转达给那位大师，但他是否愿意，得看他自己。几位这边请，我们叶总之后还有重要行程。都听到了？他们想请我参加国际赌石大会，没问题，也算为国争。那我帮你跟他们谈。那就辛苦叶总了，有事随时沟通。让叶晨锦这只老狐狸去对付那几个老奸巨猾的，正好。好。有意思，你的特助给我使唤，不用发工资？不用。白得一个跑腿小弟，乐得收下。爷爷，我见到小姑一家了，他们过得还不错，你放心。你大伯他们喊穷我就给钱，你爸和你小姑最争气，日子再苦也不吭声，我却老糊涂，把钱都给了那几个不孝子。是我没教好他们，养出了一帮白眼狼。爷爷，不然我来替您教训他们，有没有法子能借你的名义吓唬吓唬他们？有法子，哈哈哈！小梦，你再帮爷爷烧点大元宝下来，我这就去找鬼差帮忙。小姑，爷爷生前一直惦记你，我把他的牌位带来了，你们在家给他磕个头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跟你姑父说去。爸，你不用担心我，红哥对我很好。对了，三哥的女儿小梦来看我了，她如今可有本事了。小梦，你爸妈走那年，你小姑生了重病，我瞒着没告诉她实情。对了，这几年你小姑一直让你大姑给你烧钱，可她说找不到你。大姑把钱私吞了。在作者的逻辑里，钱就是人性杀虫剂。爷爷给谁钱多，谁就得原地变异成极品亲戚。大伯大姑负责拿钱作死，爸爸小姑负责穷而善良，爷爷呢，负责在那儿老眼昏花。这哪是分家产，这分明是爷爷在发领盒饭的排队号呢。凡是被他看中的，最后都得一无所有；被他嫌弃的，最后都能带飞全家。爷爷，您这眼光不去当反向风向标，真是可惜了。神仙姐姐，我突破到炼气6层了。蒋馆长，稍等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。这什么情况？你可算出关了。神仙姐姐，我用你给的可乐一口气突破到炼气6层，已经学会了不少术法。叶枫，我有重要任务给你，我留了瓶新可乐，你帮我找宋云师兄，教一些凡人级的草药和丹药，再顺道搜罗些入门功法。可乐不够就找我。神仙姐姐，上次的可乐还剩不少，虽然灵气散了些，但还能交易。不用省，拿新的水喝吧。神仙姐姐稍等，我这就去功法堂。只是宋云师兄那边可能要等几天，内门正在考核。抱歉，刚在琢磨事儿，久等了。我叫林梦，姑且算是个赌石师。林小姐，您就是叶氏这次聘请的赌石师？知道，不过具体事宜你跟他谈，我只负责赌石。蒋馆长，试探就免了，我能从几万颗原石里挑出最好的5块，这含金量你们最清楚，我有自信胜任。林小姐真是天才，有了您的加入，我们国家定能拿个名次回来。那林小姐这次约我出来是为了什么事？我小姑和小姑父都在赌石场上班，希
希望你能帮他们换个活少钱多的岗位。这个人情，我记下了。这正是引气入体的入门功法，只要成功，我就能觉醒灵根，踏入仙途。炼气诀和这些功法我都很满意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神仙姐姐，不用奖励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不用客气，尽管说。神仙姐姐，能给我一些大米和蔬菜吗？你要这些做什么？最近有点馋，想自己做点吃的。洞府里砌了小灶，有妖兽肉，就缺米和蔬菜。也对，炼气期还不能辟谷，总吃辟谷丹多可怜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超市给你买。缺什么尽管说，千万别客气。神仙姐姐，我这还有几块灵石，你修炼或许用得上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谢啦。好了，我去研究炼气诀，有事儿用精神力联系我。居然看得懂，每一条口诀都清晰的像是刻在脑子里的。果然，地球的灵气太稀薄了，恐怕连炼气5层都支撑不到。还好有叶枫，靠吸收灵石修炼，速度应该会更快。表姐，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小梦她该不会出事了吧？快找备用钥匙！小梦她这是怎么了？要不要叫救护车？爸妈，别吵，她在修行。一笑，你说的修行是什么意思？你姐到底怎么了？妈，你们放心上班就行，这几天我来照顾表姐，千万别打扰她。你能行？放心吧，妈，表姐交给我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待了3天。姐，你这3天一动不动，跟入定了一样，还好你没事。姐，你饿坏了吧？我马上点外卖。想问什么就问。姐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在修仙？他怎么看出来的？姐，你放心，不管你在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但下次最好找个隐蔽的地方。谢谢提醒，不会有下次了。小梦，小梦，谢谢你。剩下那50多万债务，以你们现在的收入，很快就能还清了。你一定要常回来，我们常来常往。我总算不再是孤单一人了。叶枫效率真高，这么快就把测灵石弄来了。看来修为提升后，他行动力更强了。不行，万一动静太大，酒店不安全，我得找个私密性强的地方。正好买一套别墅。叶枫，向我汇报一下你如今的修炼成果吧。神仙姐姐果然一直在关注我。神仙姐姐，我如今炼气6层，学会了霸王拳和火焰球，我打算再学阵法和炼药。阵法能自保，炼药能为你炼丹。炼药术好，好好学。炼药师地位不低。御剑术也要练，再配个身法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现代最强养成系玩家上线了，女主这操作我熟啊！点个霸王拳当战士，加个火焰球当法师，还要学炼丹当奶妈。现在又强行给叶枫装个御剑术和身法，这是要把逃跑和追击的进度条也拉满啊！叶枫，大妹子，我这技能栏位已经爆了。女主，别废话，没让你学个挖掘机维修，已经是我最后的慈悲了。这哪是修仙，这是女主在玩叶枫模拟器吧？叶总这是想跟林梦做邻居啊？怎么了？放心，我心里有几个选择了，我们一家家看。再看看吧。林小姐，其实还有一套房源很符合你的要求，只不过……只是什么？那套房是我们叶总的，您想买吗？恐怕得出点黑色液体。带我去看看。这地方不错，价钱不便宜吧？叶总当年花了3个亿，超预算了。那是谁家？为什么离这么近？那户没人住，您可以忽略。其实那套是叶总的。林小姐，您觉得这套房怎么样？这套房在叶总名下，
您如果能跟叶总磨一磨，估摸着这个数就能拿下。5个亿，他怎么不去抢？不，是5000万。 5000万买这种房，必然是叶晨金亲口特许的。这么大的优惠，他肯定有别的想法。带我去见叶总吧。林小姐，叶总已经在办公室等您了。成为炼器1层修士后，强体在我面前形同虚设。小叶，那位神秘的药材供应商还没消息吗？我不管，今天不给我个答复，我就不走了。那些老家伙听说有珍贵药材，都找上门来，这让我很难做人呐。叶总，林小姐到了。朱老，我还有事，您先回吧。不管他吗？不必理会，他自己会走。药材的事，我近期能到一批货，下星期就能交易。不急，等到下个月，免得让他们觉得药材很好弄。听你的，反正我不急。那套房我看中了，5000万是真的吗？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就一定要有条件，交易才能成立吗？无功不受禄。那别墅市价10个亿，你只要我5000万，你真卖我还不敢住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林小姐是聪明人，那我便直说了。上次你给我爷爷吃的那种丹药，我还想再要1颗。原来是为了玉髓丹，3颗。叶总，你觉得呢？好，我替爷爷谢谢你。房子过户交给孙耀办，5000万你随时打我账上。过户交税就全交给孙耀代办了，多谢叶总。表面上是打折，实际上是把女主锁在自己隔壁啊！这哪是卖房，这是在给自己买邻居体验卡。女主也是清醒得可怕，以为多给2颗药就不欠人情了。女主，你那是3颗仙丹啊，1颗药救一个老头，3颗药能救一个加强连，你拿去换个2手房的折扣，这就好比拿3张免死金牌换了个9折购房券。叶先生，这波房产投资我简直赚到外太空去了。帮我找个设计师，我来说需求。别手，装修还是别墅，还有半盛公司吗？林小姐，手续都办妥了。跟我一起验房吧，顺便看看改造计划。把这里能拆的都拆了，按我的想法打造成古风练功房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我们可以用最坚固的材料，隔音防爆。电梯这儿加装金库大门，需要3重验证吗？就这么办。多久能完成？加急的话，1星期内完成，费用翻倍。1星期内完工，费用不是问题。你在里面建练功房？叶总，你很闲。你要把这儿打造成练功房？拍摄需要，我爱拍短视频，不行吗？卖掉这些浮夸的家具，竟然赚了100多万，连鞋拔子都是世界顶级设计，豪门生活果然费俭。算了，不感兴趣。林胖胖，你不是吹你爸要给你买大奔驰吗？你看你姐的车比你爸的还贵。我要买车，我要买比李梦那贱人更好的车。林浩轩，我这车很酷吧？你爸是村里首富，肯定会给你买的，对吧？王大妈，小帆，过来一下。俺的娘嘞！小梦，你咋越长越好看啦？未来村干部，最近备考怎么样？我每天都在学，会加油的。没事，放轻松。你还年轻，机会多的是，今年不行就明年。小梦说的对，你肯定能行。林梦，你回村是有事要做，需要帮忙吗？村里的菜是不是又能收了？我回来收购，这次连邻村的也一起收。那成，大娘帮你去说，你爽气，他们肯定乐意卖。咱村那些人那么对你，你真要给他们钱挣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你说。林家村那个姑娘要来收菜嘞！白眼狼，对别的村大方，对自己村就抠门。7折，他怎么不去抢？
下一位，林家村真是出了位慈善家啊！一群没骨气的，打7折卖它，我还不如等小老板来收。活该！不是还在背地里骂我黑心肠吗？菜没卖钱，反倒让自家人偷了去，我早就料到了。以前我穷，他们避我如蛇蝎，现在想占便宜，门都没有。林梦，我们决定扩建庇护所，向外征收幸存者。我要把整个山谷都改造成庇护所。这是好事，缺什么物资尽管说，我全力支持你。先给你送一批新的蔬果过去。太好了，我们都爱死你送的蔬菜了，比肉还好吃。林梦，这是我们厨子做的，你尝尝。天，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难吃的红烧肉，如何？是不是很好吃？厨子是好厨子，但做法跟我们这儿不太一样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些炊具和菜谱，保证做的跟饭店一样。女主把肉送给废土，结果人家做的难吃，她居然觉得是锅不行。女主，那是红烧肉啊，没有冰糖上色，没有酱油提鲜，你就算送个纯金打造的锅过去，炖出来的也只是一坨白水煮肉。这就好比给手机充电不插电源，反而换个手机壳。女主，肉是我的，锅也是我的，但我就是不给调料，哎，就是玩。我有预感，只要继续升级，这2扇门很快就会有变化。专业的就是不一样。爷爷，我在京师安家了，靠您的镯子发了财，您放心。以后大伯他们想给爷爷磕头，都找不到地方。叶枫说过，单灵根最佳，灵根越多越杂，天赋越差，可别给我测出个伪灵根。不行，不放心。单灵根，等等，空间扭曲。难道是变异灵根？变异空间灵根，我有3个空间灵根是空间属性。这么一想，好像也不意外。资料也太少了，不过不急，能修仙已经逆天了。以后在这儿我完全能横着走。小梦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啊。对了，爷爷，我搬家了，住上大豪宅了。爷爷，你这眼神怪吓人的。嘿嘿，乖孙女儿，看来你最近过得不错呀。爷爷叫我乖孙女儿，准备好。爷爷想请你再烧点元宝，最好让人一边折一边念经。听说诵过经的更值钱。嘿嘿，爷爷知道最近要钱频繁了点儿，花钱是大手大脚了些，但你放心，我没整乱七八糟的，以后再跟你解释。行吧，谁叫您是我祖宗呢？明天就去找会念经的老太太帮您叠元宝。我送你的9眼天珠，千万要随身带好，别摘下来。爷爷很少说废话，特意叮嘱就肯定有大事。难道我近期要有灾害？入住率不高，正好。孙耀不是说那房子没人住吗？我搬来第1天，邻居就来了，也太巧了。只要互不打扰就行。黄龙丹是炼气期修士提升修为最常见的丹药，药效温和，副作用小。黄龙丹你留下，其他的送进空间吧。神仙姐姐，你给我的可乐比这强多了，我有可乐就够了，这丹药你拿着吧。这丹药正好能补足我前期的修炼需要。这绝对是灵米！大家快看这魔幻的灵气来源！女主送的可乐带灵气也就算了，现在连2块钱1斤的袋装大米，煮熟了都能变灵米。
我就纳闷了，这灵气到底是化肥催出来的，还是农药残留变异了？叶枫在那边吃的热泪盈眶，要是知道这米在现代只要2块钱，估计当场能吸魔入体。这哪是修仙啊，这分明是现代农产品去异世界支教，带飞了整个修仙界的 GDP 啊！换了，此为何处？禀长老，此乃外门最低级的洞府，住的都是些杂役弟子。奇怪，神仙姐姐，我没想到你给的是灵米，这太珍贵了，我不过炼气期配不上，你快收回去吧。继可乐之后，现代的有机大米又成了修仙界的宝贝。这米要是到了叶枫那边也能变成灵米，那我可就发了。你看看，这米是灵米吗？神仙姐姐，这只是普通的凡米，你给的灵米煮出来，饭香里都带着灵气，很好区分。确实，只是普通大米。看来只有可乐和有机大米到了叶枫的世界才算灵物。有机菠菜会不会也变成灵物呢？你现在试试，看还会不会引人注意。神仙姐姐，你的猜测没错，不冒热气的灵雨饭没引起注意。那你快吃了，看看效果。好吃！神仙姐姐，你的厨艺太好了。菠菜啊，机会给你了，你不中用啊。好了，快吃饭吧。这灵米比可乐的灵气还纯粹，不好，我要突破了！这就是传说中的主角吗？吃个饭都能突破，这让我怎么活啊？神仙姐姐，我吃了一口灵乳饭，就突破到炼气7层了。你真棒，再接再厉。神仙姐姐，我现在身份低微，只能买到这些。等我闭关出来成了内门弟子，一定帮你找更有意思的书。那你收拾，准备闭关吧。这期间我不会来打扰你。这小子和心性极佳，还有一放慢脚步，我可能真投了支潜力股。这小子以后必成大器。服用后，骨骼筋脉如被碾碎重塑，光看文字描述就头皮发麻，亲身经历还不得痛死？我怕疼，先修炼一段时间再说吧。反正我有300多颗，不心疼。先把身体练结实点，再行洗魔一事。看来孙耀没骗我，隔壁真没人住。谁啊？叶晨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房子是你的？你不会也住这儿吧？隔壁那栋别墅是你买的？我去，前几天大哥非要收走我这套房，原来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不管叶晨锦有什么企图，想借机窥探我的隐私，就别怪我翻脸。今晚就要入住别墅，该带什么见面礼？他知道自己成了邻居，会不会觉得被算计了，反手把房子卖掉？坏了，他真可能这么干。叶总简直是豪门自黑第1人，为了追妻，不仅把别墅打5折，还亲自表演此地无银300两，撒谎说隔壁没人住。叶总，你是觉得女主没长眼？这种躲猫猫式的追妻套路，不仅没加分，还喜提偷窥狂勋章。叶总，你这哪是在隔壁买房啊？你这是在女主的雷点上盖了座宫殿，还顺便把引线给点着了。我掌握了空间异能更深层次的用法，自保没问题。他的空间异能还能这么用？这不就跟我的空间灵根一样，能操控空间法则吗？所以你能切割出一个独立空间来躲避危险？没错，我准备明天就去第10特区，那里再卖一批高质量武器，先提升一下队伍的装备。你有把握就好，需要什么尽管开口。这次交易带些调味品，尚明肯定喜欢。给爷爷订的开光元宝该去取了。姑娘，念过经的元宝在下面更金花。爷爷生前就是个狠人，要是真在下面借了高利贷，下次托梦
我得让他发个毒誓。林浩成，你会不会开车？不会滚蛋！对不起，董少，我好像看见我堂妹了。哼，你堂妹？你们全家加起来都买不起这里的房。董少，我那堂妹不知傍上了哪个有妇之夫。爸妈爷爷，我搬新家了，你们在那边好好的。叶总找我有事。草药到货了吗？中药协会的会长亲自出面，希望我能找你沟通一下，把下次交易的时间尽量提前。你看可以吗？我随时可以把药材给你，价钱照旧。不过我不想暴露，交涉的事还是拜托你。没问题。傍晚交货。货量太大，容易引人怀疑。分批卖对我没损失，这次只卖一批。这株野山参看着挺特别的。这一筐不都长一个样？都卖了？都卖了呗，留着干嘛？等等，这是给叶爷爷的3枚玉髓丹，你收好。这瓶是给你的保命丹药，算是答谢。保命丹药什么作用？这叫回春丹，生肌止血，治外伤特别管用。万一哪天你被人砍成重伤，吃它就行。我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这丹药不比玉髓丹便宜，好好利用，这可是你第2条命。竟然已经第2天中午了，这一拳起码能打爆1排门牙。小叶，看在你爷爷的份上，这株千年山参必须卖给我。胡说，这宝贝是我先看到的，必须归我。姓杨的，你再说一遍，归我。几百年的野山参，那是论筐卖的，顶级豪门的大佬是靠抢买的。既然都有5大筐了，那说明产量挺高啊！大家排队1人领2根不就行了？非得打一架才显得这药材珍贵。作者大概觉得不打架就体现不出女主的牛，不掐脖子就体现不出这生的香，这就叫只要量够大，国宝变土豆；只要作者想，名流变泼妇。饭就不用了，刚才那3人你都看到了？朱老我认识，剩下2位是？老头是中药协会会长杨忠，老太太是中医世家家主芳芳，一位神医。药材暂时没卖出去。为啥？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？就那3个老胳膊老腿？方家主和杨会长都想要那株千年人参，谁也不肯让步。好家伙，都是大人物。千年人参，千年人参，怪我竟然没留意这批药材里混了这么宝贝。那需要我做什么吗？方家主态度强势，身份不低，人参只有1株，你想卖给谁？卖给中药协会。方家我不熟。等等，方家也别直接拒绝，其他药材可以交易。千年人参嘛，让他等等，我兴许还能弄来。你可知千年的野山参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？知道，但我能拿出来，市面上不就有了？你会打听我的货源吗？不会。果然还有1株。凡人界没有千年人参，但对修仙界来说，这不算什么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一般人威胁不到我。这1株卖。抱歉了，方家主，看来那位神秘卖家更喜欢我们中药协会，这次承让了。为什么选他们？我方家给的价更高。方家主别急，卖主说了，你若真有诚意，可以等等，千年人参还会有。还有，那个神秘卖家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小叶，我方家不缺钱，可
可否为我引荐一下卖家？抱歉，卖家不愿出面。这采摘和处理手法远在你我之上，炮制手法也更高明，药力不损反增。这背后的人究竟什么来头？你说，对方手里会不会有仙货？挖个雪莲，采个灵芝，药效居然能不减反增，我就纳闷了，这哪是采摘啊？这是给药材打了一针肾上腺素，还是女主的手自带光合作用？离了地的植物还能自个儿进化？达尔文要是看到了，估计能气得把进化论撕了重写。千年野山参，难道是隐谢家族出事了？这背后的主人身份必定惊人。这次的药材一共卖了6个亿，钱已经打过去了。6个亿！那3颗玉髓丹我给爷爷了，老爷子想请你吃个饭。爷爷现在心里只有林梦，我的地位是越来越低了。臭小子，林丫头是我们叶家最尊贵的客人，你少说话，惹她不高兴，我就停了你的银行卡。听爷爷的，看我没用。小丫头来得挺快呀。你是叶老，我是方家的方思瑶，奶奶让我来探望您。这是我奶奶让我送给您的礼物，是我们精挑细选的补品。笑死我了，方小姐，我爷爷身体棒着呢，用不着补气。方家小辈，我这孙子嘴欠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好意我心领了。我方家的补气丸一向受豪门追捧。小丫头在打我孙子的主意。方家小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这老头子得吃饭了。到饭点了呀，不知道晚辈有没有荣幸在这讨口饭吃？这丫头怎么赶都赶不走。老刘，我自己来，你去厨房通知上菜。丫头，你可算来了，快进来休息。路上堵车了吧？没事没事，饿坏了吧？快坐。你好，不知姐姐怎么称呼？我叫林梦，我们应该差不多大，不用叫姐姐。他比你大，我不认识他。林小姐，方小姐吃饱就行，敬酒就免了。我也不是东道主。3000万，没密码，收着。拿着吧。经和经时就别拿出来了，我们商会的眼光没那么低。小子，这些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无可奉告，换不换一句话？这5件夜武器，换！这5件武器你都带走。大姐，你都带走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大晚上的你怎么在这里？他明明在家，却5天不回我消息，他根本不在意我。叶总，这么晚找我有事吗？进来坐坐。不了，看你没事就好。豪门怨妇上线了，叶总，你是个分分钟几10亿上下的总裁啊！5天没回消息，你就心碎得像渣渣灰一样了。人家在家里修仙闭关，你在门外脑补人家变心，你是缺这几条信息续命吗？建议叶总别去敲门了，直接去挂个精神科，看看这恋爱脑还有没有得治。小姑和表弟打的最多，剩下的20多条竟然全是叶晨真，在家不接电话，可谁都上火，这下误会大了。
他这么担心我，是我疏忽了，让关心我的人着急了。姐，是你吗？姐，抱歉，小表弟，我这几天在……我妈急得都买好车票了。不说了，姐，拜拜。要不要给他道歉？他刚才那样子，应该是生气了吧？又是新闻推送吧？原来是没带手机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他怎么可能因为联系不到我就生气？算了，下回闭关前还是提前打个招呼吧。小梦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好几天联系不上。小姑，我真没事，只是有些特殊情况无法联系外界。要是京市工作太卷，小姑放心，我现在给自己打工呢。对了，那天有个叶老板专门派人来打听你，你们是……他竟然派人去厉氏打听我。那位叶总与我是业务往来，估计联系不上我才去问您的。叶总，林小姐回消息了。她这几天没带手机，这借口叶总也信。给你送点水果，顺便跟你解释个事。你说。其实我有间歇性宅女症，就是这个情况。原来如此，独处也是种享受。下次再消失，我一定提前不告诉你。不打扰了，早点休息。间歇性宅女症，谁都有秘密。他不愿说，那我就替他守着。奶奶，你跟叶爷爷那么熟，帮我跟叶晨真牵个线吧。方家也需要跟豪门联姻，叶家可是首富啊。我年轻时本有机会嫁入叶家，若思瑶能嫁进去，也算撂了一桩心愿。思瑶，我可以帮你牵线，但硬撮合对他没用。你觉得像他那样的人，选另一半最看重什么？还能是什么？当然是长得好看、自己又喜欢的呗。你错了，叶家的男人都是情种，美貌只是加分项。他爷爷的妻子长相就很一般，那怎么办？难道非要走进他的内心才有戏？那倒未必。叶家不是还有个老二叶晨晕吗？花花公子一个，从他下手胜算更高。奶奶，我只要叶晨景，那个叶晨晕讨厌死了，我才看不上。那你就得自己努力，把珠宝事业做起来。你必须站到足够的高度，他才会正眼看你。明天的祈福法会，我一定要崭露松头奖。小南天道观，听说是个很神秘的地方，里面的道长都有真本事。反正刚结束5日进修，黄龙丹耗光了，正好摸到炼气2层的门槛，出去凑个热闹，放松一下也好。怎么是林浩成？可恶！谁干的？呀，堂哥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我家楼下？堂哥，你不是在当老板赚大钱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帅哥，我堂哥现在跟你混。美女真是林浩成他妹，你比你哥好看多了。你哥确实跟我混，给我开车。要是美女觉得委屈他了，我现在就给他安排个体面工作。你真给人当司机啊？看来创业只是你的谎言。大伯大伯娘给了你不少钱吧？他们要是知道你在京市给人开车，会是什么表情？林梦，我警告你，敢回去乱说，看我怎么弄你！弄我？你大可试试！你个混蛋！美女别怕，我保护你。龟孙子，有你这么当哥的，赶紧滚蛋！这车也别开了，以后在我的地盘你也别想混了，滚！老子不干了！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创业成功，第一个搞垮你们董家！还有你林梦，我记住你了，下次再见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目的达成，美滋滋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林妹妹，我没乐意，我发誓，我跟那孙子不是一路人。行了，你什么人跟我没关系，不过我提醒你，小心他报复。我不怕他，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，有危险我能保护你。算了，你还是保护好自己吧。月黑风高，叶总带女主去道观求神，这波操作简直是撞到了专业枪口上。别人看的是香火烛光，女主看的是这观里的居灵阵，漏不漏风？
她是小南天的前任观主，全国排得上号的高道。传闻她道法高深，寿命比常人多一甲子。这不就是修仙之人？叶总，你信这些传闻吗？不信，修道不过是修身养性，传闻太夸张了。要是让他知道我在修仙，世界观怕是会崩塌。那就是道观，看着挺低调的。你们叶家出资了吗？起初家里没人信，但经历变故后，我爷爷有些信了。请。奶奶，叶总来了，快请他过来坐。奶奶，你别发愣啊，快去请他。你做什么？方思瑶，注意场合。今天给我矜持点儿，这里由不得你放肆。为什么？见过方思瑶，那老妇人就是方家主了。这大小姐脾气一点不收敛。林梦，真是你啊！我们居然能在这里遇见，真有缘。董少，这是严肃场合，请你坐回去。滚！我不介意找你家长。喂，叶晨姐，什么叫找家长？搞得我像小学生一样。叶晨姐也没说错，和她一比，董家可不就是个小朋友。小叶，你爷爷怎么没一起来？老爷子夜里不想出门。走吧，我请你和这位小姐一起入座。来，你坐这儿。谢谢，这个安排很满意，既不用挨着董家恩，也不用被方思瑶瞪。叶家少当家这么护着他，那些想联姻的怕是要哭了。我更在意的是，这道观里有没有真本事的高人。刚才那位打坐的老道，气息超越常人。我现在是炼气1层巅峰，正需要一个契机突破。那位就是现任观主白真人，他师兄就是我们刚才见过的天师。他们似乎很信仰他。京师这2位道长德高望重，我爷爷当年也是求了白真人才振作起来的。安神的中药浸泡过的，道观倒也用心。这老天师简直帅到一骑绝痕，以后我也要这么仙气缠身。来了来了，白天师真是越发仙风道骨了。天灵灵地灵灵，这次中符箓的人一定是我。据说白天师有慧眼，会将符箓赠予有缘人。往年都是谁家得到？你觉得他真有慧眼吗？不清楚，只听说平安符很灵，能挡灾。我是有缘人，一个踩着高跟鞋的凡人也想抢我的东西。谁家的？这么不要脸，竟敢抢白天师赐的符，疯了吧？是方家的，真是上不得台面。方小姐，没事吧？为了一张平安符摔成这样，值吗？小友，我看你有几分道家气运，是否曾修习过？天师，多谢你的平安符，不过我能把它送给别人吗？小姐，这符卖给我吧，高价，不如直接拍卖，价高者得。林小姐，这平安符千金难求，真能挡灾。曾有个老板靠这符躲过工地事故，毫发无伤。你可要想清楚，现在你知道它的珍贵了吧？鲁班，你为什么要提醒我？我刚让你孙女当众出丑，你却反过来帮我。我为我孙女的无礼向你道歉，她被宠坏了。现代最强带货天师上线了，上一秒还仙风道骨说福赠有缘人，下一秒就暗示这玩意儿能转卖。大叔，你这哪是修道啊？你这是在搞饥饿营销吧？先立个非卖品的高端人设，再放开2级市场的交易权限。这群豪门大佬也是绝了，平时身价100亿，现在为了张2手黄纸，当场变身抢菜大妈。抱歉，平安符给叶总了，你们想买找他吧。抱歉，他送我了，我不卖。哥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那个女娃有些与众不同？她周身的气息，连我都觉得忌惮。叶总原来也这么惜命。你真要送我？这符有用，你自己留着。算了，我都送出去了，哪有要回来的道理？对我没用，你命金贵，留着吧。这本就是你的，收好。算了，我真用不上。你看，我爷爷留的这玩意儿，可比平安符好使。
绝不是爷爷的托梦。今晚的噩梦和他有关，理智告诉我该立刻关上，但不搞明白，这道门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看来只能亲自走一趟。这辈子没闻过这么臭的味道，恐惧感反倒降低了。只待了3分钟就被甩出来，一旦进入，退路就会被堵死，必须熬过指定时间，像一场生存游戏。还好这次只有3分钟。叶总，您看，这董家的3代独苗怎么在这里？去，将人赶走，就说林梦出门了。董少，林小姐她出门了，你快离开吧。不知你们叶总有空吗？我想方便。叶总行程都满了。叶晨景身边的秘书都这么嚣张，过几天再来吧，免得惹他反感。我能吞噬声音，每次只能待3分钟，冷却24小时，黑色液体物还会屏蔽精神力，3分钟什么也做不了。只要门里没东西闯出来，我就再探权，趁闭关。是时候服用洗髓丹了。神秘门的危机让我意识到，提升实力迫在眉睫。痛！比上次空间玉镯的灼烧感疼上100倍。炼气2层突破了，是叶晨景。我爷爷自己种的韭菜，包了些饺子，给你尝尝。那我的饺子呢？抱歉，我这就去拿。方家在调查你，不过最近停了，反倒是其他几个豪门开始动手。你也调查过我吧？抱歉。没关系，被调查是躲不过的。所以查到什么特别的没？你喜欢给你爷爷烧纸钱，是我见过最迷信的年轻人。总之，那些纸钱都是我爷爷应得的，我以后还会烧更多给他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爷爷爱花钱，你很孝顺。爷爷，钱又花完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嘿嘿，乖孙女，还是你了解我，再给爷爷烧点念了经文的。爷爷，这钱怎么到您手里就这么不经用呢？胡说！爷爷在底下也是有事业的人，你再烧点下来，回头有好宝贝给你送上去。